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1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啊？就是他，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说对的不对的，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呢？你赖个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你看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赌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班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走。将军，什么都没搜到。一大笔钱，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？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，想做贼，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数不清这罪过。钱呢？不知道，没见过钱。哎，徐官太，徐官太，他男人刚入土啊，给个面子。反了，都活腻了啊！给我听好了，不把钱交出来，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。我还就真不信了，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。忘了再走，回去慢慢问。上来！走！你们把这房子挖地3尺，那姓苏的坟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东西。走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
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，岂非越走越远？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古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陆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将军恭候万代，小明给您磕头了。天寒地冻的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受朋友之托，运点海盐回去。哪儿的人啊？回将军话，小明是山西平遥人。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一，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有裤裆。这点门包换到别人也就算了，你嘛，古平原去那么久，回来没有啊？刚刚回来。那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让他滚过来！这，将军，那小人告退。大人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我哪敢逃啊！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了。江苏那死鬼，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。这钱到底藏哪儿啊？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啊，这个我去谈。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，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？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，孝敬上来，得多多的备银子。给你3天，事儿办不下来，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。是。刚刚来那老西子，你到他住的地方去，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，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。是。
给我弄点茶来。老弟，您说这天越来越冷啊，咱们在这待了2、3天了，哎呀，也是有点闲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那个姓徐的官儿啊，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，死要钱。顾先生说送200、300两，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，就多加了100两。他反倒不干了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咱再加100两啊？不行，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跟天灯油似的，一会儿100两，一会儿100两。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。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，只能等等了。等顾先生过来，我再向他请教。爹，那个古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很威风的。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了？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你是个女娃娃，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去看看马，天实在太冷了，加一次料可能不够。我回屋睡觉了，爹。哎，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！您不说，我哪敢给您续啊？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没大没小讨人厌。闺女，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宁古塔，不是流犯，谁会待在这儿啊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咱们呀，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，回家过年。东打听西打听干嘛？爹，那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，杀人如麻，吃人心肝什么的？山大王，你是听书听多了。那你打听打听呗。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，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？睡觉去。大嫂，苏大哥的尸首我找回来了，已经埋上了。你放心，等开了春，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，再找个石匠，给他雕块好碑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顾先生。那姓徐的官大对我讲，说了事情，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，给我在城里整套房子。你答应他了？老虎跟你商量，只吃你的胳膊，留着你的腿，你能信啊？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。大嫂果然有见识，他还限了日子。今天3天，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顾兄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，我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了。我哪儿也不走，你别，我就在江身边，就在江身边。我给你可好了，顾先生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把孩子。
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请让他出去。哎，顾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包啊？我寻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给了400两。可是徐官代非说山西富甲天下，这个钱不够。给的越多只会越麻烦，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。你明白地告诉我，你若帮忙，需要多少钱？莫怪。这样，过3天，我把盖了城防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。至于钱嘛，我在宁古塔，要钱也没有。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，过些日子告诉你。顾先生，你若能帮小老儿度过这一难关，日后但有吩咐，必尽全力。顾大哥，怎么，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问。你流放多久啊？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。哎，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，你怎么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盗反贼。我之前杀了很多人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我不仅杀他们，我还抽他们的筋，喝他们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。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。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这鬼地方，以后能不来别来了。哎，你当我害怕吗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，春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狼群，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，我也没怕过。这野物固然凶残，却比人强上许多。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性。年纪轻轻，说话像个老头子。我有吗？你是犯什么罪来的？哎，不高兴可以不说啊。说也无妨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就是考状元。是考状元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试卷，准备出去，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他们呢，就说我咆哮科场，把我抓起来，流放到这里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。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一年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出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
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。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，商人见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古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走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顾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哦，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顾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清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
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非得是我。姑娘们，快点来了！山羊飞和石狮小肉群。姑娘们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想没收我呢？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。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新娘子出来了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五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。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进去陪他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大人，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用不着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
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，他们说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啊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台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，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姓徐的，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会师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顾学海，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顾兄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姓顾的，行。宁国团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爹，烟我都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少手回家了。上马。你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
留下视野后面。剁稀碎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压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将军，有人看见姓古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，还想逃？在一个书生跑不快，都给老子加把劲儿！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
见他们跑多远？走！都给老子走仔细了！不许你，都别动！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离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，只剩这一柴米油盐，中口随意尝，翻一歌声，春季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里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意张，翻一歌声，春季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